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宏观经济的话题啊，就是中国的 GDP 总量还能不能超越美国？应该说，在过去若干年啊，全世界各地的经济研究中心啊、智库啊，有一个普遍共识，在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只是说以什么速度，在什么时间点超过美国。比如说，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就认为啊，大概在2028年，也就是6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而美国和英国的智库啊，普遍认为大概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会超越美国。而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相对还比较保守啊，就认为在2032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越美国。但是最近啊，情况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在本月的14号，就12月14号，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又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啊，中国的 GDP 啊，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美国了。这个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啊，每年都发布一个类似的报告啊。他在2020年的时候认为2028年中国会超过美国，他去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了一些修订，他认为大概啊需要到2033年，而今年呢，他干脆就认为永远都超过不了了，峰值大概在2035年，中国的 GDP 总量大概能达到美国的87%，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跟美国相差无几了。那既然你没有超额速度，你也就永远没有办法超过美国了。这个应该是在我看来啊，全世界范围内啊，就第一个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在总量上没办法超过美国的，所以还蛮重要的。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应该说这份报告我去看了一下，它的作者叫远山纯啊，他也不是有意黑中国啊，他其实我看他那个报告里还经常黑日本。比如说他认为啊，由于日元汇率的暴跌啊，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啊，台湾的人均 GDP 将在今年超过日本，韩国在那明年超过日本。日本当年啊，亚洲的经济龙头啊，现在不光是经济总量不行了啊，现在连人均 GDP 也要被台湾和韩国超过了。而且他又说，日本呢吸引移民的峰值到2035年也就过去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日本有很多外劳，过去是以中国人为主，现在主要是以越南人和菲律宾人为主啊。他认为到2035年以后啊，这越南人和菲律宾也不来日本人了。为什么呢？他说，一个是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啊，人家经济也在增长，这个收入水平也在提高嘛。而日本呢，大家都知道不增长嘛，对不对？他们这些国家的外劳会流入到那些收入更高的国家。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这个作者啊，他本身出这份报告，他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而确确实实是基于他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个报告本身啊，是不是有道理啊？他在这个报告里头讲的理由主要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他在讲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年来一直在下行，增长速度啊，理由主要有2个。第一个，就动态清零政策以及它的后遗症。这个呢，他认为，他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啊，要完全恢复到日常水平，就是过去疫情之前的水平，大概要到2025年，尤其是中外之间的人口流动，就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对经济影响非常巨大。那你想想，你这个消费行为啊，很多都是跟人口的流动有关的，没有流动呢，其实可能也就没有消费了嘛。但是他的这个预测呢，在我看来，就是中国和国外的人口流动这一点可能略显保守了一点。我认为可能到明年2023年可能就会完全正常。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些预测嘛，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就可能会恢复到香港那样的一个水平，就是0+3嘛。而0+3其实影响就很低了啊，但这一点呢不是特别准确啊，我个人认为啊。另外一点他讲了，他说，就是中国人他可能会有一个新冠后遗症。什么叫新冠后遗症呢？就是说过去3年由于经济增长啊，在开始往下走，百业萧条嘛。同时呢，由于你收入在减少，然后消费在增加嘛，所以很多中国人开始习惯过紧日子，开始以节约的心态去面对消费。我觉得这一点说的非常准确。大家都知道，你看现在餐饮行业啊，这个外卖行业啊，各个行业啊，确确实实在过去的几年啊，受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啊。那么收入减少了，
那么人们的消费习惯自然也会跟着变化，因为人的消费习惯往往是根据你未来的预期决定的，而不是跟你现在的收入决定的。当人预期到未来会有很高收入的时候，他现在即便没有多少钱，他也敢花；但是他预期到未来收入不行的时候，他现在即便有钱，他也不敢花。所以这就是核心，就是信心嘛。信心来自于预期。应该说，过去3年把中国老百姓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给打掉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过紧日子。你现在去看国家统计局的社会零售总额的月度数据那个数据已经变成负值了，环比和同比都在进入到负值，就是整个社会零售的总额都在下降。而社会零售总额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信心。就是大家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信息开始变得不足，我觉得这一点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第二个原因，他就认为，由于中美这种地缘政治的原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出口政策会变得越来越严，尤其是涉及到半导体一些高技术产业。他说这个是不可逆的，将来可能会越来越严格。那么由此就导致了中国希望靠全世界的技术吸纳过来发展自己经济的这么一个模式慢慢的走到头了。那么由于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紧张的这种对峙关系嘛，再加上如果是有台海这个因素的话，就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觉得这一点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虽然中国现在也在自主研发芯片但实际上现在看来，短时期内想追上国际上主流的这个芯片水平还是有很大距离的。美国现在大家都知道已经把台积电搞到美国去了嘛，然后呢，对中国实际上要靠这个芯片技术要卡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脖子嘛。当然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中美对撞的情况下，它也不太可能会资助你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第二点。这是经济下行的因素。他认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效率也会逐渐的下来，理由主要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老龄化。他认为从今年开始，2022年的7月1号开始，中国的人口增长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下行趋势。过去他们一直认为要到2028年，中国的人口数字才会进入到负增长，但是现在修订了，就是从今年开始就已经进入到负增长了。我觉得这个分析可能也有道理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对人口下行的速度可能估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这里可能有数据造假的因素中国的那些计生委过去为了维持自己的部门利益对整个出生率也包括这个人口的实际出生率可能有很多水分，导致中国现在的人口局面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口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非常重要。过去40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都是一个奇迹的时代，有2个因素。一个因素呢是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这种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对人创造财富的那种束缚。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你像我们这个6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国的第2波人口出生高峰。这批人口出生高峰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就业这么一个年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整个就业人口非常年轻，它带来的好处是这些人都是创造财富的，而不是消耗财富的。但是当年的人口红利现在正在面临变成人口负债，也就是说现在劳动力人口在持续的减少，而这个社会需要抚养的人口却越来越增加。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华裔的学者叫易富贤，这个人呢，他在今年年初还是在去年年末他就预测，他说中国的经济永远也追不上美国了。他的核心理由就是中国的出生率跟美国出生率的相比，中国一直是负值，而且非常非常快进入到人口断崖式的下跌，而美国呢还在逐渐的缓慢的上升。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根本不可能追上美国。那么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确确实实，我过去在节目里也讲过，就是中国的人口出现这种大幅下跌之后所导致的这种负面效应，将会在未来会持续的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点，他就讲到就是所谓的去中国化的因素。大家都知道，疫情这3年之前，中国是世界工厂，全世界最重要的商品几乎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大到苹果电脑，小到耐克鞋，
实际上你去看全世界各地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商品，几乎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中国被称之为世界工厂嘛。但是疫情这3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全世界发现，如果这些重要的商品都在中国生产，面临2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政治风险，当全世界的口罩、防护服都是中国生产的时候，中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政治工具，他看哪个国家不顺眼，他就收拾你，他不给你，所以这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恐慌，因为这个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中间的价值观存在区别，不应该妨碍到一些正常商品的流通。如果要是可以把正常的商品啊，尤其是防疫期间这么重要的商品当做外交武器的话，那他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对这个国家他就没有信心了。那你要么你俯首称臣呐，你要么你可能你会面临社会灾难呐。所以很多国家也在反思，这么重要的商品都放在中国生产，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风险，这第一。第二，巨大的市场风险。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段时期内，国内那个富士康造反是吧，闹革命是吧，要求提高收入，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富士康没有办法正常生产了。我2个月之前订的苹果电脑到现在还没到，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中国的富士康现在还不能完全按照疫情之前的产能进行生产，积压了大量的订单，没办法。那对于苹果来说，他就非常着急啊。你想啊，他把单主要压给了富士康，富士康主要在中国生产，那么一旦中国出现了社会问题的时候，苹果这家企业说白了，它就被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这种怎么说社会制度的风险之中。那你想想，对于苹果来说，这个风险太大了，它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产能都放在中国，所以苹果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开始提出来要把在中国生产的苹果产品逐渐搬迁到越南和这个印度，这就是去中国化呀。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确确实实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中国过去一直认为成为世界工厂里头主要有2个优势，一个呢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嘛，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产业链配备比较齐全。应该说现在劳动力价格这个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越南贵，也比印度贵了。唯一的优势就在于产业链相对来说比较完备。那么这一点也不是说不能被替代。如果中国的政策风险大于这个所谓的产业链给这个苹果这样的企业带来的这种收益的话，它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把在中国的产业链慢慢的搬到这个中国之外去。所以他就认为中国啊整个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它往下修订嘛。因为中国如果要是超越美国，你要保证一个在美国的 GDP 增长之上保证一个超额增长率。那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这一次的研究报告，它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向下修订了 0.8个百分点。你别看这 0.8个百分点，最终它修订出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再也追不上美国了。他们预测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峰值在2035年大概能达到美国的87%，从此之后你就再也不可能超越美国了。我个人觉得这份报告啊还挺有道理的。大家都知道12月15号到16号，中国的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经济工作会议本身呢，有几点也特别值得关注，也出现了经济政策的急转弯。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大家都知道，过去2年房地产市场一直是被整肃的对象，什么房住不炒啊，贷款的比例要提高啊，要收个人所得税啊，然后这个限购啊等等啊，这些措施在过去若干年都是针对房地产市场的。但这一次的经济工作会议里头提出来，房地产市场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这种提法应该是过去若干年都没有出现过了哈。而且呢，还提到了一些特别具体的数字，比如说7%的 GDP 来源于房地产，加上建筑业就是14%，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50%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居民财产收入60%是来自于房地产，整个全社会的贷款总额中间39%来自于房贷，把房地产提到了一个这么高的高度，这是急转弯啊！过去是认为房地产市场说实在的是整个中国经济过热啊，经济形势过于单一的这个罪魁祸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么一个龙头了、支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民办教育，
大家都知道，去年俞敏洪是吧？这个一夜之间，新东方差点没破产，因为校外辅导、校外培训不让搞了嘛。包括那个什么红黄蓝什么幼儿园之类的啊，那么幼儿园也都要变成公立的，变成你即便是民办的，它也不能再盈利了。那你想想，你不能盈利的情况下，那民营资本它自然也不愿意进入教育领域了，对不对？包括像新东方，如果你要是把它变成一个非盈利企业，那俞敏洪他这个上市公司还怎么搞呢？你没法搞了，对吧？所以呢，一夜之间，整个教育民办教育产业应该说是哀鸿遍野啊。俞敏洪都去卖货去了，是不是？剩下的老师一边卖货一边教英语，后面摆个黑板，前面卖货，是吧？这个，那一夜之间，民办教育呢又变了，因为过去对民办教育的说法是规范，是吧？引导，现在呢变成了支持加规范，那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弯啊。第三个，对民营经济发展也变了。大家都知道，这今年到去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搞不好要搞公私合营啊。为什么？因为这民营经济面对这个所谓的政府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啊！说要搞第三次分配，结果阿里啊、腾讯呢都纷纷捐500亿，然后蚂蚁金服已经上市了，也给搞下来了，然后滴滴这个已经上市了，结果又在美国退市了。就民营经济在法律上确确实实在政策面前啊，变得怎么说？基本上是一个被整肃的对象。但是现在提法又变了。说什么呢？50%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民营经济，80%的就业来自于民营经济，90%的企业数量来自于民营经济。这民营经济的地位又跟国有企业一样了，变成了兄弟关系了。然后这之后还有这个所谓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就像我刚才说的，阿里呀、滴滴呀、这个腾讯呢，过去啊都是被整肃的对象，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是吧？过去这一句话是这么讲的。现在呢，又变成了经济创新的龙头。为什么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出现这种急转弯式的这种转头啊？很多人看了这些报告都说，这是真是治大国如这个烙烧饼啊，翻过来调过去啊，是不是？你是朝令夕改啊？为什么会这样？在我看来，本质上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确实经济下行的压力对现在的决策阶层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中国整个社会治理啊，说白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经济增长。如果经济不增长了，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出来。所以，当经济真的面临下行的巨大的风险之中的时候，这个对决策者构成的那个压力啊，是巨大的。在现有的情况下，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招，只能回到过去的那个所谓的路径依赖里面去。因为过去的房地产经济是发展的龙头嘛，过去的这些互联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龙头嘛，所以他要给这些企业松绑，包括民办教育了，他下意识的必须立刻解决经济现在巨大下行的这个趋势，没有办法，必须立刻这么搞，否则的话，一旦要是走入下行空间，再想回头，那可就比较难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方面啊，就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现在中国是人均1万美金，那么发达国家的，就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万美金。那么从1万美金到3万美金的发展呢，其实不那么容易。就是如果你发展不上去，你可能就进入到中等发达国家的陷阱嘛。但是你想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人均3万美金的这个中等发达国家啊，你必须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因为你在怎么说呢？你从一个很穷的不发达国家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你利用这个劳动力的优势、市场优势，基本上你不需要太高的智力创新就可以做得到。但是，当你的劳动力的优势已经丧失之后，你必须要有真正的创新，才有可能迈过这个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路径来说啊，其实你依靠房地产，你其实是很难跨越这个陷阱的。你就是靠民办教育，你也很难跨越。中国的经济的创新在哪儿啊？中国的经济其实这几年啊，互联网经济是一个，但是没想到疫情期间也被给搞得半死不活啊！马云都给吓到日本来了，不敢回去了啊。那么这种状况确确实实，其实是中国经济巨大的一个隐患。
就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体系没有建构起来，而过去的经济那个引擎也被给干掉了，所以导致了整个中国 GDP 发展今年可能会面临到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之中。我觉得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这种政策锐角转弯、180度掉头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美国啊，自从差不多100年前啊，就变成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第1名。后来有2个国家曾经快要追上它了。第一个是前苏联，前苏联在跟美国进行制度竞争的时候，不光是搞军备竞赛啊，也搞经济竞争啊。它在峰值的时候 ，GDP 大概是相当于美国的40%，当然最后后劲不足，就走向瓦解了。日本曾经最高的时候达到过美国经济的70%，是吧？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日本不得了啊，日本奇迹啊，它的人均 GDP 曾经达到过美国的1.5%，150%，但从此之后，日本的经济也就走向了停滞。日本现在大概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60%。但是这2个国家都在跟美国的经济竞争过程中败下阵来，那么中国会不会成为第3个？我个人觉得取决于现在的决策者。如果中国的经济不瞎折腾，其实保持经济发展的惯性，可能在未来10年左右是真的有可能追上的。但是如果真的像过去3年这么瞎折腾，别说追上美国了，我看很快可能真的经济有可能是掉头向下呀。这次中央经济会议里头不是反复提到要恢复信心吗？什么叫恢复信心呢？恢复信心说白了，本质上来讲是要给这个经济体量过程中间的企业家和个人一个稳定的预期。你不能朝令夕改啊！如果你今天说你这个企业是你的，明天说这企业就是国家的，那你想想哪个企业家还愿意在这个地方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呢？如果你对老百姓说这房子今天是你的，明天就是国家的，那老百姓还愿意做投资吗？肯定不愿意了。所以啊，本质上来讲，稳定的预期应该靠什么？靠一个法律、法治。但是中国由于没有法治，那么它就依赖于这个决策层啊，相对来说能够懂事理，不会把这个政策啊，整个社会的制度管理过程中间做太大的那种急剧性的变化。但是过去3年给人了一个非常坏的样板，就是说这个制度政策在朝令夕改，而且呢转弯的方式都是锐角转弯，180度转弯，所以它给这个整个中国社会中间，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人来说，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在我看来啊，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隐患。如果这个不改啊，说白了，你只是把这些民营企业啊当做是一个功利性的工具。就是我现在经济发展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龙头，而不是真正在法律上去保护他们的权益。那么中国的经济啊，追上美国真的是前景堪忧啊。